出差半年回到家，发现男友多了个饭搭子，他比我还像女主人，在厨房忙碌，贤惠的做了3菜1汤。在要落座吃饭时，他捧着和我男友的情侣碗，不好意思的朝我吐了吐舌头。哎呀，我忘记了，家里只有1副碗筷，小姐姐，我给你找个装饭的碗。他当着周鹤川的面，用一次性塑料碗给我盛了1碗饭，而周鹤川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。我知道，我该和周鹤川分手了。出差半年后，公司的海外业务终于稳定了下来。我偷偷买了机票，赶在周鹤川生日的前一天回家，就为了给他一个惊喜。回程路上，我兴奋地想了好几种周鹤川的反应。他看见我，还有我精心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一定是又惊讶又激动，脸上的表情肯定很可乐。为了不错过这个瞬间，我甚至带了个微型摄像头，就为了能够拍下这一幕，好留着以后来回忆。我想得很好，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这个计划在家门口就遇到了阻碍。602，没错啊！我后退2步，看清房间的门牌号，脑子有点懵。那怎么我刚刚输入了2次电子锁的密码，都显示输入错误？我明明记得电子锁的密码就是我的生日，这不可能会错误的啊！我不信邪，又输入了1次我的生日。这一次我全神贯注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慢慢按。在最后一个数字输入完后，电子锁咔一声显示已锁定，无法解锁，密码错误。那就只能是周鹤川改过电子锁的密码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只能认命的按门铃。门铃响的第2声后，屋里传来了一道娇俏的女声：“快递放门口就行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第2次退后1步，又看了一遍我家的门牌号，确实是 B 栋602，没错啊，我没走错。这个鞋柜是我买的，最顶上还放着我给周鹤川买的鞋子，只是这屋子里怎么会有女孩子的声音？我心里突然涌上了一道不太好的预感，再次按响门铃。我都说了，快递放门口，听不懂人话是吗？门唰的被打开，一个身材娇小，绑着一个侧低马尾的女生出现在我面前。江离初围着一个玲娜贝儿的围裙，手里拿着锅铲，略显烦躁地瞪向我。只不过在江离初看清我的下一秒，他的神情有点微妙地变化了一下，只是语气依旧不善：“你求谁？”我没有回答，而是推着行李箱直接挤开他进门。“你干嘛啊？你私闯民宅，我可以报警的！”江离初气急地过来拽我，而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的摆设，然后才慢慢地将视线落在江离初的身上，皱着眉问：“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？周鹤川呢？”就在我和江离初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口传来了周鹤川的声音：“挑食鬼，你要喝的那个牌子的椰子水，我买回来喽。”周鹤川在门口换鞋，我跑了好几家超市才找到这个牌子。等会儿你得好好谢谢我，得给我好好按按腿，知道吗？周鹤川喊了2句，发现江离初没有回复，下意识抬起头来，却猛地对上了我的视线。那一瞬间，周鹤川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的白了好几度。“许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周鹤川说完这句话，赶忙走上前来。江离初停顿了一下，也不跟我对峙了，走到周鹤川的身侧，伸手十分自然地从周鹤川的手里接过东西，摆在了桌面上。而周鹤川快步走到我的面前，难掩激动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“你回来的也太突然了，怎么也不叫我去接你？”周鹤川把我搂得很紧，可我没有回报他的欲望。我只觉得眼前这个跟我在一起了5年的男朋友有点陌生。他是谁？我向来不喜欢藏着掖着，
心里想到什么就问什么，很直白。他吗？周鹤川一脸无奈地看着我，你忘了是吧？我跟你说过他的，他就是我在咱们小区找的健康小饭桌啊。我的饭搭子。我皱了皱眉，想了好久才想起来，周鹤川好像确实跟我提过他，因为周鹤川做的是游戏主播，3餐经常不按时吃饭。我又要出差大半年，为了他的健康着想，我在出差的时候也经常给他订外卖，只是我订的一般都是健康的沙拉和家常菜。周鹤川吃了1星期就不愿意再吃了，然后他自己在小区里找了个做小饭桌服务的，1个月1500，有人专门承包他的1日3餐，吃的还干净卫生。我听他说了这件事后，简直是举双手双脚赞成，还给他转了1万块钱，让他订最贵的餐，不要亏待自己。周鹤川笑嘻嘻的应下，收了钱。这件事他确实跟我提过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的服务竟然还包含了上门做菜的服务。之前不是的。周鹤川看我的脸色不好，赶忙跟我解释，只是后面订小饭桌的人很少，到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小初干脆就直接来家里给我做饭了。正说着，江离初端着做好的菜放在了桌面上，他用围裙擦了擦手，笑着附和道：对的，许小姐可以尝尝我的手艺。是啊，你快坐下尝尝，小初做饭真的很有一手，特别好吃。周鹤川提起这个就咽了咽口水，兴奋地拉开凳子让我坐下。我的屁股刚坐下，就听见江离初对周鹤川说：你别傻坐着了，给人家倒点椰子水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周鹤川像是一下子被点醒了，屁颠屁颠就去给我找杯子倒饮料。他刚在桌面上拿起一个粉色的杯子，江离初的嗔怪声就传了过来：笨蛋，你别用那个啊，那个是我的杯子。周鹤川才反应过来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放下，又重新去找杯子。他四处都找不到，江离初好笑的说了声笨大鹅，然后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杯。周鹤川挠挠头，也没生气。他们2个人，一个在厨房盛饭，一个在给我倒椰子水。我独自坐在椅子上，沉默地看着他们2个人亲密又默契的举动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他们2个是这个家里恩爱的男女主人，而我只是一个来做客的客人，还是那种跟他们不是很熟、很生疏的客人。直到一杯椰子水被周鹤川放到我的面前，他十分自然地摸了下我的脑袋，笑着凑过来问我：怎么板着一张脸啊，宝贝？周鹤川一声宝贝出口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哦，原来周鹤川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和他才是这个家里的男女主人啊。我掀起眼皮，刚想跟周鹤川说话，厨房处却突然响起了碗摔碎的清脆声响，还伴随着江离初的一声惊呼。我的话还没出口，周鹤川就已经紧张的急急忙忙往厨房跑过去了。我没有再往厨房的方向看，却能听到周鹤川和江离初的声音不断从里面传来：哎呀，你怎么笨手笨脚的？别碰，让我来，你小心伤到手。这个盘子太滑了。江离初的声音里带着点委屈：抱歉，没事，人没事就行，碗碎了就碎了。而后里面的人声渐渐变小，他们2个人似乎在低声说着什么。我闭了闭眼睛，听不清里面的声音，也不想听。很快厨房被收拾好，周鹤川和江离初一人端着一碗饭出来，2个碗，一个碗身上印着小狗，一个碗身上印着小猫，一个放在周鹤川的面前，一个放在江离初的面前。2人十分自然的落座后，江离初像是才想到什么一样，捂着嘴吐了吐舌头：糟了，忘记了家里只有2个碗了。小姐姐，
我重新给你找个装饭的碗。说完，江离初又快速跑回厨房，不多时就用一次性塑料碗盛了一碗饭出来。他满脸都是歉意，将饭放到我面前。我静静地盯着他看，看见他坐下时略带嘲讽地弯了弯自己的嘴角，而另一边，周鹤川全然没有发觉这边的动静。他对我面前的塑料碗筷熟视无睹，还捧着碗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块鸡翅开始吃饭。边吃，周鹤川还一边招呼我：“真的很好吃，你快尝尝。”对啊，江离初立刻接上，似笑非笑地对我说：“当是自己家一样，别跟我客气。”我听着江离初女主人般的发言，突然被气笑。可更让我觉得讽刺的是，周鹤川对此没有任何反应，他似乎在潜意识里觉得江离初是可以说这些话的，所以周鹤川没有发声，没有察觉出我在遭受什么样的委屈。这个发现才真正让我的心沉入谷底。与此同时，江离初啊的怪叫一声，然后拍了拍脑袋，失笑道：“忘记脱围裙了。”说完，他把围裙解开，露出里面的穿着。我在看见江离初围裙下的衣服的第一眼，眼皮就没由来的一跳，脑子更是嗡的一声。原因无他，因为江离初只穿了一件很长而且很透的白色衬衫上衣，而这件衣服又太透了，透到我一抬眼就能看见春光。我脑子嗡嗡作响，在这一瞬间整个人都懵了。江离初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咬着筷子对周鹤川说：“笨鹅，帮我夹个鸡翅，太远了，我来不到。”行。周鹤川一个命令一个动作，下意识要去给江离初夹鸡翅。我很难形容我此时内心的心情，我只知道，我要是再忍下去，我就是那种头顶绿帽，得乳腺结节，还会被人笑话一辈子的忍者神龟。所以我在周鹤川夹了鸡翅要送到江离初面前的时候，猛地起身，直接将这一桌子的菜往地上用力扫，一桌子的菜瞬间被我推下桌面，摔了一地。那些滚烫的汤汤水水飞溅，不少都打到江离初的身上。江离初没忍住尖叫了一声，蜷缩着身子，眼眶通红，瑟瑟发抖地看着我：“曲小姐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气，我只知道再有气也不能对着食物发火啊！”曲素。周鹤川也来了火气，不满地高声喊了句我的名字：“你发什么疯啊？我本来今天真的不想说你的。”周鹤川烦躁地将手里的筷子往桌面上狠狠一拍：“你一回来就摆着张臭脸，现在又闹这一出，你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你快跟小厨道歉！”我被周鹤川气笑了，反问一句：“你让我道歉？”对，周鹤川答得斩钉截铁，带着不容置喙的语气。下一秒，我抬起手一巴掌狠狠扇在了周鹤川的脸上。在江离初再次发出尖叫的同时，我一把拽住了周鹤川的耳朵，用足了力气把他拽过来，往江离初的身上一推。“道歉是吧？”我趁着两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把将江离初的衣服往下一拽，露出大片雪白。“道歉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他来这里给你做饭不穿内衣？”周鹤川看清眼前的景色后，脸色瞬间一白：“没有穿，不可能吧？”他不敢置信地往江离初的身上又看了一眼，在看清身下的风光后，甚至还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。等周鹤川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之后，他立刻抬头看我，对上我似笑非笑的表情后，才慌了神，赶紧结结巴巴的解释：“不是的，主辈你听我解释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穿内衣，他就是个做饭的，我就是个吃饭的。”江离初本来慌乱到想遮住自己胸部，在听到周鹤川快速跟他撒清关系的话之后，莫名停下了自己的动作。
他泪眼婆娑地看着周鹤川，眼里满是委屈。周鹤川却仅开眼没看他，反倒抓着我的手，继续跟我解释：“宝贝，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关系，纯友谊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女方就穿了一件又薄又透的上衣，里面还是真空上阵。你告诉我这是纯友谊？”他敢说，我都不敢信。我面无表情地拨开了他拽着我的手，没有任何回复。周鹤川是真的急了，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，你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某音都刷不出美女擦边视频的老实人，我真的很冤枉，我是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没穿那个啊。周鹤川就差用指天发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。我不想再跟他纠结这个问题，直接将视线转向江离初。这个从我一进门开始就不断的在挑衅我，甚至敢在我家宣示主权的女人。江离初死死摸着自己的衣服，眼眶泛红，一副被我欺辱到极致的可怜样子。许小姐，江离初咬着牙，声音哽咽的朝我喊道：“我和鹤川清者自清。”我不想解释任何话，我只知道心脏的人眼睛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江离初特意将最后一句话咬得很重，带着股浓浓的挑衅意味。我完全不想惯着他，直接反问：“所以你身上的内衣是我帮你脱掉的，还是我替你穿上这种薄到快要透光的情趣上衣的？是我逼你穿着这件衣服过来给我的男朋友做饭吃的？按照你的逻辑，是不是下次我推开门，看见你们2个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你还要再说上一句是我心思龌龊，其实你们只是躺着在说话？”我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江离初：“你说这些话，你自己信吗？”江离初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整张脸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，又白又紫。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那么直接的把他那些小手段摆到台面上，不客气的直击他的痛点，在此刻衬得他像是一个小丑。江离初咬着唇，想要求助周鹤川，让他帮自己说话，奈何周鹤川对上他视线的那一瞬，立刻就垂下了头。江离初摸紧了手，对上我的视线，咬牙切齿的回道：“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和鹤川绝对没有你想的那样龌龊。我穿成这样，只是因为我的体质很特殊，肌肤触碰到布料就会发痒发红，只有穿得透气才不会痛。”江离初浑身颤抖的朝我喊道：“我把我的隐私都告诉你了，现在你高兴了吗？”说完，江离初好像再也忍受不了了一样，转身啜泣着往外跑了出去。大门被他重重的关上，周鹤川则是看着他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。半晌之后，我听见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原来他是生病了。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不敢置信的抬头看他。周鹤川却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，皱着眉与我对视道：“许素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咄咄逼人？他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还要戳他的心窝子，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？”我的良心痛不痛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我气得脑袋一抽一抽的疼，特别是当我看见周鹤川那清澈又愚蠢的眼睛时，我真的气到浑身发抖。周鹤川怕我气得不够狠，又特意加了一句：“等会儿我还是带你过去跟他道歉吧。”在那一瞬间，我浑身泄了力，沉默的拿起桌面上还剩的那碗饭。周鹤川皱了皱眉，嘴巴微张，似乎还想再说话。下一秒，我直接将整盘米饭狠狠摔到他的脸上。“周鹤川，我们分手吧，跟你在一起简直让我的人生多了个污点。”“许素，你疯了吧？”周鹤川比我还委屈的大喊一声。“我不同意，你今天吃错药了，一回来就各种闹事，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。你该不会是……”周鹤川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
眉头紧皱着，上下打量着我。你该不会是在外面有了别人，才故意给我扣帽子，想用这种手段来逼我分手吧？周鹤川猛地瞪大眼睛，越说越觉得自己的猜测站得住脚。他甚至一直盯着我脸上的表情看，看见我无语到抽搐的表情后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你果然在外面有人了。周鹤川将这句话喊得震天响，气得眼眶瞬间就红了。许素，你怎么对得起我啊？他这句话说出来，我一时间不知道周鹤川到底是不是真的蠢了。句话带着三个明晃晃的逻辑谬误，转移话题，虚假归因，偷换概念。明明我们刚才说的是江离初和他的事情，他不但没有任何解释和回答，还突然没头没尾的冒出一句是你在外面有人了。很显然，他将自己和江离初的暖昧行为模糊了，顺便把问题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他认为是我在外面有人了，所以才回家闹，想要跟他分手，用这种主观臆测的方式偷换概念，直接将我的合理质疑变成了无理取闹。理清楚了这里面的逻辑关系，我的脑子突然冷静了，那种被愤怒和被背叛里挟着的上头情绪一点点退却下来。我静静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这个我谈了将近5年的周鹤川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变成了现在这种模样。记忆里那个青春阳光的少年，难道是因为我的滤镜才在记忆里那么熠熠生辉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只知道现在的周鹤川，我不想再继续爱下去了。周鹤川被我盯得身子微僵，浑身都有点不得劲。他干巴巴地问我：你干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自己做了亏心事，我可没有。你确定？我平静地问了一句。你敢跟我互换手机检查吗？周鹤川被我毫无波澜的语气吓了一跳，视线没由来的扫过刚刚被我丢到他脸上，最后又落回他手里的那个碗，又很快心虚的挪开视线。这个碗身上印着小狗图案，和江离初手里那个印着小猫图案的碗是一对，而且根据这个碗的粗糙程度，我可以断定这不是周鹤川买的，而是一对手工制作的碗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来，1个月前周鹤川好像去过景德镇，他跟我说是去参加一个游戏活动，看样子他好像不是一个人去的啊。我没看周鹤川，只是扯了扯嘴角问了一句：你们还一起去旅游了是吧？下一秒，耳边骤然响起了碗摔落在地的清脆声响。我都不用抬头去看周鹤川，都能知道他此时脸上的表情有多么慌张。不是一起去的，我们是……周鹤川还想狡辩，我不想听，直接打断他：不用解释了，我不是很在乎你们去了哪里玩了什么项目，我也不在乎他们2个搞在一起的经过，我不想再听周鹤川的任何解释。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江离初就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到了我的眼前。明晃晃的情侣碗筷、情侣水杯，以及他们2个那亲密到互相已经不会反胃的称呼和动作，还有我家里四处留下的江离初的痕迹，这一切都在告诉我，我的家被入侵了，是周鹤川同意的。不管他出没出轨，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无比清晰的念头：分手，立刻马上。我在心里打好了副稿，直截了当的开口询问：门锁的密码被改了对吗？周鹤川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话题转得那么快，他皱着眉头，好久才想起来，好像是小初来做饭总是忘记密码，我在电竞房直播戴着耳机听不见，经常让他在外面等我1-2个小时，所以干脆就改了个他记得住的密码。现在的密码是990817。我静静地听完了周鹤川的话，将990817这串数字在嘴里转了2个圈。我甚至不用脑子，
只用脚趾头想，都能猜到这串数字是江离初的生日。我原以为自己能保持平稳的心态，不再为这堆破事生气。可是，在周鹤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猛地窜起了一股火气。我气得抡实了胳膊，巴掌带着掌风要扇上周鹤川的脸。周鹤川被我吓住，浑身僵硬，没敢动，直接闭上了眼睛。可是他预想到的刺痛没有传来。周鹤川没忍住，偷偷睁开一只眼来偷瞄我，却只看到我的手掌在他的脸颊前方缓慢垂下。周鹤川顿时放松了起来，脸上瞬间挂起了一个笑容。他嘻嘻哈哈的一句“我就知道你不会打我”还没说完，下一瞬，我重新酝酿过的巴掌就猛地扇了过去，把他扇得一个跟呛。周鹤川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是我全款买下的。我对上周鹤川错愕的眼，一字一句对他说：“你没有权利对我的房子做任何改动，包括我的门锁。”周鹤川吃痛的捂着脸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出声解释些什么，可他张了半天的嘴，那些想要辩解的话却一直卡在喉咙里，吐不出来一个字。我才半年没回来，没想到家里多了那么多脏东西。我一边说着一边起身，拿起江离初放在桌面上的那个粉色杯子，又看到角落里属于周鹤川的那个蓝色杯子，拿起来细细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在半空中松开手，眼睁睁地看着水杯碎了一地，才悠悠地说：“哎呀，没拿稳。”环顾了下客厅，入目的都是我不熟悉也不喜欢的风格，粉色的窗帘，粉白色的沙发布，沙发上放着2个小兔子抱枕，还有一个看上去就像是手工编织的毛线毯子，被子上面有个大大的鹅，旁边还有个周鹤川3个字。我特意买的中式风格的黑桃木电视柜，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刷成了奶白色。看清那个又廉价又丑的颜色后，我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。我快步走向卧室，推开门，看见床上我从未见过的4件套后，我直接笑出了声。周鹤川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，听见我的嗤笑，又顺着我的视线看见床上的4件套，脸涨得通红，急忙解释道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是上次分手喝醉不小心吐了一床，他心里过意不去，非要给我重新买的4件套。我之前懒得换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现在买新的直接换掉。”周鹤川急急忙忙地点开手机要买新的4件套。我对着卧室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出声阻止了他：“先等一下吧，我找个律师和财务朋友过来，估算一下我家里的财务损失总额。”周鹤川拿着手机的手一顿，不敢置信地抬头问我：“什么意思？很难理解吗？”我皱了皱眉头，看向周鹤川：“你不会以为你和江离初把我家弄成这个样子，一句轻飘飘的不好意思就可以带过去吧？”周鹤川，我不是做慈善的。说完，我绕过他去查看书房，徒留周鹤川一个人呆滞地站在原地，眼里透着迷茫。我请来的2位朋友都很给力，不过1个多小时就根据我的描述和我之前购买大型物品的发票和收据，快速估算出了我的损失，总共27万8。我拿出梳理好的东西放在周鹤川面前，对着我刚拍的照片给他看。大头的是我专门定制的厨房冰箱和柜子，客厅的电视柜，阳台和浴室的花砖，这些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被改了色，我全部要换掉。还有书房里这几年我收藏的那些。行了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周鹤川打断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怪物。小初要改动这些地方的时候，是经过了我的同意的。周鹤川的视线从我身旁的2个朋友身上划过，抿了抿唇：“你没必要把这些小事闹得那么大。
我让他过来跟你道个歉就行了。周鹤川说着就想要给江离初发消息，而我敲了敲桌子，示意周鹤川看过来，不是只让他陪。我用手指点了点桌面上刚打出来的内容，露出江离初后面周鹤川的名字。你得跟他一起陪。周鹤川显然懵了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喊道：许素，我是你男朋友啊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就因为我跟别的女生走得近了一点，就要这样对我吗？我直接将桌面上多准备的那杯冷水朝着周鹤川的脸泼了过去。听不懂人话就去医院。我提高了音量，我和你已经分手了，请不要再把这些事情扯到男女情感上面去。你伙同他人对我造成高额的财产损失，如果不愿意赔偿，我们就警察局见。周鹤川的脸一下子黑了起来，高声喊我的名字，许素。如果是以前，我看见他这个生气的样子，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哄他开心。可是现在，我就连看他一眼都欠奉。我不再跟他多费口舌，直接打开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在电话接通的下一秒，周鹤川猛地扑过来，挂断了我的电话。好，周鹤川气得浑身发抖，你一定要闹成这样是吧？行，分手就分手，你不要后悔。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只觉得脑袋疼。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跳过分手和出轨的那些狗屁情感问题？我们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，我的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啊，27万8，足足的27万8千块啊！在他的感情面前，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周鹤川硬气十足的拖着行李箱要走的时候，我出声叫住了他。周鹤川瞬间笑了，有些得意的回过头来问我：怎么，还是舍不得我？如果现在你跟我认错的话，我还能大发慈悲的原谅你，不跟你分手。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他，不是，我是让你走之前把江离初的联系方式推给我一下房子的这个情况，你们两个都跑不掉的。我要把这个损坏的物品清单发给他。周鹤川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，他把江离初的联系方式推给我后，头也不回的出了门。我关上门前，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了一声悲切的啼哭，不过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现在只想要赔偿，我要把我的屋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我把周鹤川和江离初一起拉了个群，群名就叫赔偿小家。周鹤川最先冒出来问了句：爱的小家。我瞥了一眼，根本懒得回答，掉价。好在下一秒，周鹤川快速的将这条文字撤回了。我艾特了周鹤川和江离初两个人，然后将赔偿清单发到了群里，留下一句：请在10天内将赔偿款给到我，然后就将群设置未免打扰。这个赔偿款，他们两个每个人要出多少，要怎么掰扯，就跟我无关了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将我家里多出来的那些垃圾统统收拾好，全部丢去了垃圾桶。没了那些花里胡哨和粉嫩嫩的东西之后，我的房子终于恢复了点以前的样子。第二天，我又重新换了门锁，还在家门口和房间里加装了监控。第3天，我请了一个保洁团队来我家进行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扫除。清扫卧室的时候，他们在床底下翻出来一件粉色的丝内裤，问我还要不要。我本来恶心到想让他们直接丢掉，想了想，还是说先等等吧。我把这条内裤拍了个照片，找到那个赔偿群发了出去，艾特了江离初。你好，请问是你的内裤吗？江离初实在忍不住跳了出来，发了条语音：对，是我的。怎么样？这条蕾丝小裤裤还是鹤川给我买的，老女人你嫉妒吗？我挑挑眉，平静地回道：那挺好的，我是在床底下找到的，你们两个睡过我的床，我不想要了。
赔偿清单上我会加上床垫和实木床的价格，一共46000。群里安静了1分钟，紧接着江离初就猛地发了10几条60秒语音上来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有点开来听，而是把我律师朋友给我准备好的法律条文发了上去。本来还战斗力满满的江离初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良久，我才看到周鹤川发了一句：许素，你非要闹成这样吗？我往群里发了句：故意毁坏财物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周鹤川瞬间也不说话了，群里难得安静了下来，再也没有人说话。直到第8天，胡子拉碴的周鹤川带着江离初到了我家门口。周鹤川本来很习惯性的要输入码直接进来，结果按了3次，每次密码都显示不对。到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你换锁了，还换密码了。我输你生日也不对，输我生日也不对，输我们的恋爱纪念日也不对。周鹤川的声音颤抖，像是下一秒就要两绝过去一样。许素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我们认识快10年，还有5年的感情。我在电话那头疑惑的开问，你的意思是我还可以要点精神补偿费？下一秒，电话被周鹤川直接挂断。而我打开家门口的监控，看见周鹤川神情破碎的一直看着我家大门。江离初心疼的将他抱住，把他的脸埋进自己的胸里。这次他穿了内衣。2个人在我家门口紧紧相拥，四目相对后又情不自禁的拥吻起来。眼看这2人的手都摸到对方的衣服里面去，马上就要在我家门口干出点不道德的事了。我咳嗽2声，酝酿了一下，然后打开监控的对话功能，对这2人喊道：需要我帮你们搬张床吗？2人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周鹤川更是慌张到直接用力把江离初往外一推，把江离初硬生生推到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一屁股摔在地上。周鹤川匆匆抬头看了一眼摄像头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，徒留江离初一个人捂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着也往他的方向追了过去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我把录下来的视频传到群里，并附文：如果爱，请深爱，但是请不要在我家门口深爱，因为我会报警。你们也不想我再换一个门，加到赔偿清单里面去吧？周鹤川和江离初没有任何回答，但是我知道他们2个肯定都看到了，可能还会反反复复的把这段视频翻来覆去的看。不过他们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我不在乎，因为我给的10天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只在乎我的钱。周鹤川是没什么钱的，他说是游戏主播，实际上只是给自己待在家打游戏的一个好听说法而已。他根本没有认真在做主播，连最基本的直播设备都没有，更加不会想着怎么靠这个赚钱吃饭了。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来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在养着他，平常购物或者给游戏充钱都是用我的副卡。分手之后，我立刻断掉了给他的卡。我敢肯定，他银行卡里面的钱不会超过5干块。再看江离初廉价的审美，外加不识货的样子，我猜他也没什么钱，所以我还挺好奇的，想知道2个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凑出30多万给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们不但凑够了，还特意全部取了出来，用一个手提箱提着，雄赳赳气昂昂的来找我。见了面，周鹤川直接掏出钱就要往我的脸上砸。许素，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给你。我用手接住周鹤川丢过来的钱，确认是真钱后，有些诧异的挑眉。周鹤川还想再摸钱过来砸我，以此来出气。只是他刚新摸了一沓，还没砸过来，
他的手提箱子就被我拽走。行了，别演了，去银行验钞吧。我不给周鹤川砸钱的机会，让他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去银行的一路上，周鹤川都和江离初十指相扣，两个人腻腻歪歪的，时不时抱在一起亲个嘴。周鹤川还一直偷偷看我脸上的表情，想从我脸上看出点嫉妒和不快。我眼里只有钱，根本没空分给他们一个眼神。确定钱数对得上，并且都存起来之后，我终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这糟心事总算是解决了。我转身要走时，周鹤川忽地伸手拉住了我。我皱着眉回头看他，周鹤川的嘴唇蠕动了一下，半晌没出一个字。就在我快要不耐烦的时候，我才听见周鹤川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自己往后，山高水长，个子真重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后不会再遇到我这么好的男人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搁这桩深情，也不知道要恶心谁。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吧。”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指，笑着对周鹤川和江离初说。说完，我甩开这两人，把他们直接拉黑删除。回家收拾了东西，将房子挂牌出售后，我再次登上了出国的飞机。结果房子卖出去的第2个月，周鹤川深夜过去，不知道怎么的就跟现任房主打了起来，两个人闹到了警察局。周鹤川闹着要自残，非吵着要见我一面。现任房主通过中介联系上了我，我才知道原来周鹤川当时给我的钱是他从各种渠道中借出来的，而且他不单单是借了32万还我，他借的是足足50万。还了我钱之后，用剩下的钱带着江离初四处旅游，四处购物，两个人玩的是玩爽了。结果到了还钱的时候，傻眼了。周鹤川没有钱，想让江离初帮忙还一点，江离初一口答应了下来。结果第2天醒来，周鹤川就找不到江离初了，随之不见的还有周鹤川的手机和电脑，还有他仅剩的几干块钱。周鹤川走投无路了，又想起我来，想来找我原谅，却在看到我家里有个男人后气血上头，直接跟人打了起来，这才闹到了警察局。周鹤川非说自己是我的未婚夫，在警察局闹着要见我，而现在中介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姐，他非要跟你说话，你看这。”我一边处理工作上的邮件，一边毫不迟疑地回答道：“不用管，我不认识他，该判判，该罚罚，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”我挂掉电话后，中介给我发了一段周鹤川躺在地上大哭的画面，我没有点进去看，也没有再回复。这一切都是他的选择，怪不了别人，只能怪他自己。